就在昨天，中国终于下定决心投资1.2万亿，兴建世界第一的超级水电站——雅鲁藏布江墨脱水电站。这座电站建成以后，发电量比3个三峡大坝还多。作为基建狂魔，我们搞定了很多世界级的工程，但这座超级电站，我们却研究筹备了数十年，迟迟没有开工。外边有印度反对，还拿这事在国际上抹黑中国。为什么咱们突然之间就下定决心了？西藏的水电资源究竟有多丰富？开发难度有多大？中国建水电站，印度为什么要各种阻挠？大手笔的万亿投资真的值得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今天我就来带大家详细了解这座世界第一的超级水电站。雅鲁藏布江下游是全世界水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，其中最核心的是212公里的墨脱段。雅鲁藏布江在这天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马蹄形拐弯，水流湍急，落差超过2000米。用梯形水电站的方式分段开发，总装机容量能超4400万千瓦，马力全开的话，一年能提供3000亿度电，足够3亿中国人一整年不缺电，妥妥的是用来建水电站的天选之地。早在2006年，我们就已经选定了地址，可一直到2024年底，项目才最终核准通过。你说我们都已经是基建狂魔了，一个水电站为啥还需要筹备近20年呢？关键就在于难度确实太大了，主要集中在3个点。一是地理环境过于复杂，超级电站最适合的选址正好位于板块交界处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8级大地震，附近的峡谷落差超过7000米，平时一些小的山体滑坡、泥石流更是家常便饭。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跟平原丘陵地区是完全不同的，而且水电站建成以后形成的水库会淹没一部分峡谷无人区，这都会产生大量的未知问题。以前的经验可能用不上，要想确保超级电站万无一失，就不能心急，必须制定出万全的预案，之后才能开工建设。第二就是投资规模太大了，在青藏高原修水电站，周边配套基建以及环境保护的费用都得算到成本里。2014年，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藏木水电站建成投产，它装机容量只有51万千瓦，总投资就接近100亿。按照这个标准来测算，墨脱超级电站的总投资可能达到万亿级规模，筹备资金、调集资源必然是个漫长的大工程。第3点就是得考虑国际上的杂音。经过墨脱县以后，雅鲁藏布江就流出中国了，河流先进入印度，再穿越孟加拉国，最终流入印度洋。咱们中国在印度的上游位置修水电站，印度一直坚决反对。印度在国际上到处宣扬，说自己被中国欺负了。中国建水电站的真实目的不是发电，而是截留在水源上卡印度的脖子。那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？中国境内的雅鲁藏布江主要靠冰雪融水，每年流量大概是1400亿立方米。河流进入印度以后，就改名叫布拉马普特拉河，从印度段开始，靠的就是印度洋的季风降水了，水量占比接近80%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咱们哪怕全给它截流了，一滴水都不留给印度，对他们也几乎没有影响。更何况我们纯粹是把水能转化为电能，什么河流改道、恶意截流，纯属印度恶意抹黑。其实真正搞截流那套的反而是印度，属实是贼喊捉贼了。早在21世纪初，印度就单方面截流了54条国际河，让下游的孟加拉国苦不堪言。不管印度如何闹腾，中国开工建设墨脱超级水电站都已经是板上钉钉，必须落地了。这座超级电站的资源禀赋毋庸置疑，但其开发过程中的重重难题也让我们不得不花费近20年的时间去筹备。地理环境的复杂要求我们必须严谨对待每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，万亿级的投资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资金和资源调配，而国际上的杂音则需要我们用事实去回应，同时坚定自己的发展决心。只有解决了这些难题，这座世界第一的超级水电站才能真正屹立在雅鲁藏布江的墨脱段，发挥它应有的价值。西藏只有365万人口，居民用电早就不愁了，那超级电站多出来的电咋办呢？一是可以发展当地经济，超级电站本身再加上周边的道路、桥梁等配套基建项目，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，不仅是西藏本土，全国的土木专业人才都能参与。这些年很多土木学生都很焦虑，他们觉得大基建城镇化的风口已经过去了，自己毕业就得失业，很难找到活干。墨脱这个万亿级的大项目一开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？西藏资源天赋其实非常高，经济却不太给力，一大问题就出在开发上。只有真正把资源开发利用起来，才能让资源转化为经济潜力。
比如有了充足的电能，新能源产业基地、冶金产业集群都能在西藏落地，带动当地的百姓走向致富之路。西藏甚至可以超越新疆，依靠电站形成的多个水库，搞特色水产养殖、种植农业，打造高原上的鱼米之乡。第二呢，就是西电东送，减少中国对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依赖。这倒不是说现在哪个省还缺电，需要西藏来发电支援，超级电站解决的是未来的能源需求。目前中国有3亿2千万台的燃油车，如果在未来全部换成电车，那么全国用电的需求必然是暴增的。这个时候，墨脱超级电站就能成为中国新能源时代的压舱石。除了新能源，还能支持中国 AI 算力的发展。现在全球各国看起来都在卷 AI 产业，其实背后的比拼仍然是电力资源。AI 技术的核心是算力，算力要想变强，就得依靠超级计算机、服务器集群以及数据中心等硬件帮忙。这些硬件设施都是吃电大户，24小时离不开电，也就是说，一旦电力不稳或者直接停电 ，AI 系统就熄火了。那 AI 究竟有多耗电呢？咱们就拿 ChatGPT 来举例子，一天就要用掉50万度电，相当于250个家庭1年的用电量。这还只是一款 AI 工具，你想象一下，未来的金融、交通、医疗等各行各业都将结合大量的 AI 工具和算力，电能需求必然是呈指数级的增长。依托于墨脱的超级电站，全国的 AI 超算中心、大数据中心也就不用都挤在贵州了，他们同样可以落户西藏，带动西藏的就业和经济。西藏高原山区的稳定地理环境以及充足的电力供应，也能支持中国 AI 算力的腾飞，这妥妥的是双赢。从西藏本地来看，超级电站带来的就业机会不仅仅局限于建设阶段，运营维护、配套产业发展等都会形成长期的岗位需求。大量外来人才的涌入，还能带动当地服务业的发展，让西藏的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化。以往西藏的发展受制于能源短缺，很多高耗能的产业无法落地，而有了充足的电力保障后，冶金、新材料等产业可以在这里扎根，充分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，让西藏从资源输出地转变为产业聚集地。对于全国的能源格局来说，墨脱超级电站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。传统能源不仅面临枯竭的风险，其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也是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。而水电作为清洁能源，能够大幅降低碳排放，助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。当新能源汽车成为主流， AI 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时，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充足性将直接决定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。墨脱超级电站提供的3000亿度电，就像一剂强心针，为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。可以说，墨脱超级电站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工程的落地，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、能源结构优化、科技实力提升的重要支撑。它将西藏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，让西藏在全国的发展大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，同时也为中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增添了一份底气。中国筹划近20年，拿出万亿投资，决心建超级水电站，看上去费时费力，特别夸张。不过换回来的回报不是简单的用几倍或者几十倍来算的。西藏资源天赋的转化、新能源产业、AI 算力的争先，为的都是中国的国运之路越走越宽。而围绕这座水电站的争议以及它背后所承载的战略意义，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。有人说，有了这个水电站，印度只能跟我们成朋友。一个水电站能让印度的地缘影响力下降，还能让我们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增强。这并非夸大其词，而是基于地缘政治格局的现实分析。雅鲁藏布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冰川，流经我国西藏、印度、孟加拉国，最后注入印度洋。我们在上游，印度在下游。之前说过，印度担心我们节流，不仅如此，印度人还有别的担心，比如旱涝季节被刁难，他们下游遇上枯水期，需要上游放水，我们很可能答应着，但迟迟不放水，等他们哭爹喊娘了才给水。要是遇上丰水期，河流水流量大，这个时候需要上游蓄水，我们很可能迟迟不关闸，等他们遭水灾了，哭爹喊娘才关闸。总之，不搞好关系，保不齐我们会给小鞋穿。另外，他们在下游建了大坝，如果我们在上游建大坝，那他们还能发那么多电吗？要是关系不好，他们是不是就没法发电了？从这2点可以看出，印度人非常担心我们利用水电站拿捏它，这也不奇怪，毕竟这几年印度在边境没少搞事情。莫迪对我们态度强硬，还利用这种强硬从西方那里捞好处。要是这个水电站建成，它受制于我们，那套通吃的把戏可能就玩不转了。
更让印度担心的是，它的地缘影响力会受到削弱。这条江河承载的从来不只是水流，更是文明的交融与地缘的博弈。近20年的筹备，万亿级的投入，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一个大国在复杂现实中的审慎与坚定。印度的焦虑也好，周边国家的期待也罢，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崛起的反应。这座水电站不会是武器，但它必然是底气。它让我们在能源自主上更有保障，在区域合作中更有分量，在应对未来挑战时更有韧性。它点亮的不仅是西藏的万家灯火，更是中国国运绵长的光明前程。江河不息，国运日新。